咱们虽然是亲兄妹，可是大哥和爷爷一样，老想着将我嫁出去。蓝若若吐槽，我又不是在家里吃白饭，我也帮着你们分忧解愁，干嘛老想着将我嫁出去呀？我嫁给谁？能让我看得上眼的男人真没有几个。看得上眼的吧，跟他又不对付，是生意上的死对头。蓝若若这是承认她其实能看得上战维的。若若，不是大哥要赶你走，而是大哥希望你能得到幸福，嫁一个好男人，你下半辈子都能幸幸福福的，我们也能放心。婚姻有好也有坏，你也不要抗拒婚姻。咱们呀，什么年纪该做什么事就去做，到了嫁人的年龄就嫁人，到了生娃的年纪就生娃，人生就是这样。若是人人都不结婚不生娃，人类就灭亡了。蓝若若撇撇嘴，我不想那么长远的事。真到人类灭亡的那一天，死的又不是我一个人，是所有人，怕什么？有伴。他瞪着妹妹半晌，忽然问道：若若，哥问你几个问题，你老实回答。问吧，只要我能回答的，我都会老实回答，不会骗哥哥的。蓝东晓问道：如果战维能够牺牲他的事业，就是离开了杨太，你们俩有可能吗？蓝若若皱眉：哥，你怎么又扯到了战维身上？都说了，我和战维不可能。他花了几年的时间才带领杨太走到今天，他又成了杨太的第2大股东，他怎么可能会离开杨太？我也不愿意他为我牺牲事业，那样太自私了。除非他是进入咱们蓝氏集团，那样的话我能接受。不过大哥，他若是来咱们蓝氏集团，你可得给他一个副总裁的职位，要年薪1000万。蓝东晓笑道：他若是肯过来，我自然会给他一个副总裁职位，给他年薪1000万，与你平起平坐。他会来吗？蓝若若不吭声了。若若，要不你用用美人计吧，你和他发展成为恋人，他为了和你在一起，说不定愿意带着杨太加入我们蓝氏集团呢。杨太若没有战维，随时都会被同行大佬收购。哥，我不想那样做，若真和战维发展下去，我希望是顺其自然，毕竟婚姻是大事，不想我和他之间的感情掺杂任何的杂质。蓝东晓默了默后说道：好吧，那是你的事，你自己处理，哥就是随口说说。你忙吧，哥也回去做事了。蓝若若嗯了一声，目送着大哥离开。半个小时后，战维的那辆迈巴赫出现在蓝氏集团门口。他按响车喇叭，值班保安看清楚是他之后，没有马上给他开门，而是请示了一下保安队长，队长让他们开门，他们才敢开门，让战维开车进蓝氏集团。战维不是第一次来蓝氏集团，事实上他隔一段时间就会找上门来找蓝若若算账。2个人经常在蓝若若的办公室里面关着门吵架，有时候蓝若若也会找到杨太去，也是和战维关上办公室的门吵架。战维直接将车子停在了办公大厦的门口。2名前台看到熟悉的车牌号码，其中一个立即打了内线电话给蓝若若的秘书，告诉对方战总来了。秘书则是马上告诉蓝若若。停好车后，战维下车，然后绕过了车身，来到副驶座前，拉开了车门，探身入内，从里面抱出一束包扎得很漂亮的钱花，用的全是100元大钞，这是他取了现金，请花店的人帮他做的一束钱花。捧抱着那束钱花，战七少笑眯眯地步上台阶，走进办公大厦。战总，下午好。2名前台起身，礼貌地向他问好。看到战维抱着一束花进来，他们很是意外。看清楚是一大束的钱花后，他们又忍不住羡慕。等等，战总怎么会带上一束花过来？还是钱花？这是要送给谁的？蓝副总吗？战总和蓝副总该不会发生了什么吧？是了，有名娱记报道说，蓝副总和战总其实是隐婚夫妻，2个人连孩子都生了2个孩子，是一男一女。
虽说那些相片看不到两个孩子的正儿，从侧面或者后背来看，老大是个儿子，有6、7岁了吧，老二是个女娃娃，看上去就1岁左右。蓝副总发了澄清声明，解释他和战总一起逛街，那是偶遇，说那2个孩子是战总的侄儿女，并非他们的孩子。由于战总的侄女儿很喜欢蓝副总，所以偶遇之后，小丫头要蓝副总抱着，蓝副总才会和战总一起逛了一会儿的街。杨太那边也发过澄清的声明。战总，你这是？一名前台大胆地问战维，怎么这次过来带着一束花？不是来和他们副总吵架的。战维笑眯眯地问他们，你们觉得我这束花漂亮吗？漂亮。你们女孩子会喜欢吗？我们俩都会喜欢，其他人我觉得也会喜欢吧，毕竟没有人不喜欢钱的。钱花有人送给他们的话，多少束他们都喜欢。那就好，这是我送给你们蓝副总的，不知道他喜不喜欢，希望他能喜欢吧。2名前台顿时满脸八卦，但又不好意思问太多。你们蓝副总没有外出吧？2名前台都摇了摇头。那行，你们做事，我上楼去见你们副总。战维抱着花束，大摇大摆地往里面走去。一路而入，也遇到蓝氏集团不少的职员，大家看到他并不意外，但看到他抱着一钱花过来，却是个个都很意外。从电梯的时候，战维恰好遇到了要拿文件上楼去找领导签字的季美珍。战总，季美珍礼貌地问好。战维微微地点点头。2个人中午才相亲，虽说没有相亲成功，再次见到相亲对象，战维就有点不好意思。季美珍神色自若，电梯里的人都看着战维的那束钱花，唯独季美珍神色自若，看都没有多看那束花2眼，好像战维送花过来在他意料之中似的。他就知道战总真正喜欢的人是蓝副总。相亲的时候，战总对蓝副总那般体贴入微，不停帮蓝副总夹菜，傻子都能看得出来战总是喜欢蓝副总的。在季美珍的眼里，蓝若若和战维也很般配，2个人都有能力，有魄力，容颜出众。虽说是生意上的对手，不谈生意的时候，其实他们俩也能好好相处的。很快，电梯里的人陆陆续续出去了，战维是最后一个，他坐着电梯上到倒数第2层楼才走出去。蓝若若的秘书早就收到了风声，看到战维抱着花束过来，他既想拦又想八卦，最后出于职业道德，他还是拦下了战维，不让战维直接进副总裁办公室。战总，我们副总在忙，暂时不方便见你，还请你改天再来。他忙他的，又不打扰他，就是给他送束花。战维好脾气地道，你帮我问问他，让不让我进去吧，说不定他愿意见我呢。秘书看了一下那束钱花，笑道，战总今天又想耍什么手段？是阴谋还是阳谋？不告诉你。秘书笑笑，还是帮着战维打了一通内线电话给蓝若若，征得蓝若若的同意了，他才让战维敲门进去。蓝若若坐在黑色的转动椅上，桌上有着很多需要他签字处理的文件。在战维进来后，他马上拿上了摊开在桌面上的那份文件，怕被战维看了去。他这个小动作，战维都看在眼里，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。换成是他看到死对头进来了，也会这样做的。战维抱着那束钱花，径直走到蓝若若的办公桌前，他倾过身子，将那束花递到蓝若若的面前，眼神深深地锁住蓝若若俏丽的脸，声音温沉，若若，我让人帮我做了一束钱花，觉得挺漂亮的，不过我的办公室里没有花瓶可以插花的，记得你的办公室里有花瓶，喏，我就送过来给你了，你将花插在花瓶里，闲时就赏赏花，心情会很好的。钱花最好看了。蓝若若没有接花束，她看看花，又看向战维，皱眉问道，战维，你又搞什么鬼？你送花给我？
什么意思吗？你要送花，不是该送给你的相亲对象吗？送错了吧？还是你不知道美珍的办公室在哪里？我可以让秘书带你去找她的。战维硬将花束塞到蓝若若的手里，说道：我上来的时候看到了季小姐，这花不是送给她的，是送给你的。你不是说我只送花太抠门吗？这样的花束不算抠门了吧？其实可以做更大束的，只是我抱不了，就做了一束小的。以后你若喜欢，我让人做一大束钱花，就在家里做，这样方便你收花。蓝若若黑脸，你的家跟我的家不是一个家，少扯我进来。你送花给我什么意思吗？战维笑，也没什么意思哦，也有点意思，总之就是那个意思。你认为是哪个意思，就是那个意思。蓝若若气笑了，你这绕圈圈呀，把我都绕晕了。我不管你什么意思，你的花我不能收，我怕收下了会被你坑死。给你安排相亲，这都是跳进了你的坑里，只是他跳进去了，又签了协议，白纸黑字的，他无法再反悔，只能硬着头皮坚持完这1个月。我怎么坑你了吗？不是你调戏我，占了的便宜又不肯为我负责吗？你调戏我，让那么多人都看到了，别人会误会咱俩有2腿，破坏了我的名声，让我不好娶老婆。你主动说给我安排相亲的，这是你补偿我，又不是我逼着你给我安排相亲，怎么能说是我坑你呢？你这是自己闯的祸，可不关我事，我无辜被你卷进来。那晚张成都劝你不要再喝酒，他要送你回家，结果你非要调戏我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对我又亲又抱又摸的。蓝若若的脸都黑了，又气得通红，最后却无可奈何。的确是他的错，他这是自己挖坑埋了他自己啊。将那束花放在桌面上，蓝若若说道：行，那事就不提了，这束花我不会收的，你拿回去。送都送来了，你不收，那就扔垃圾桶里吧。我花丛底下还藏着一条很昂贵的项链呢。蓝若若，战维，你以为我不敢扔吗？没有，你敢扔，我又没有说你不敢扔掉，只是觉得这束花花了我不少的钱，是我的一片心意。要知道，我是第一次给女孩子送钱花，意义非凡的，结果你不接受，我挺难过的。蓝若若，我又不是你女朋友，你给我送什么钱花？这句话他说得很小声，战维耳尖听进去了，他很认真的道：你可以成为我的女朋友，我每天都给你送钱花，让你天天有钱花，随便花。蓝若若没好气的道：谁稀罕你的钱了？姐最不缺的就是钱，我知道你有钱，但你还没有花过别人给你的钱吧？可以尝试一下的，就花老公的钱，老公的钱你不花，难道留着给别人花吗？战维，蓝若若又黑脸，你别太过分，越说越离谱了，他们俩连男女朋友关系都不是呢，他居然扯到了老公老婆。战维笑，若若，我发现你真的很漂亮，跟我很般配啊，咱们年纪相差也不大，你未嫁，我未婚，要不咱俩凑一对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的身份地位、学历、颜值，样样都配得上你，我觉得你放眼整个阳城，都找不到一个能与我相提并论的青年才俊了。战七少自信又自恋，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。战维说正经话。战维说道：若若，我说的都是正经话，绝对没有调戏你的意思。蓝若若张张嘴，一时间却又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。2个人就是你瞪我，我看你，一个满脸无奈夹着点怒意，一个在笑，笑容里夹着他对他的感情。战维，我很忙，没空陪你玩，你回去吧，拿着你的钱花回去，请你记住，咱俩是生意上的死对头。